欢迎回来大生。今天呢，我还是坐在纽约的演播室，可是大家看见了，坐在我屏幕对面的是我们亲爱的 Philip Nobel， 他刚从乌克兰回来，所以就像我们承诺的，Philip 要在今天这个演播室的状态下跟我们讲他在乌克兰整个的情况，还有我们要接下来讨论的关于很多俄罗斯、乌克兰、台湾、中国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承诺做到了。当然不多介绍，之前如果看过我们在加德满都录制的节目都知道，Philip 呢，他现在是 Global Voices 的 editor， 他其实有一点职位的转变，就是从更多的这种全球的总编转到只负责编辑写作。但他说这样他回到了他最喜欢的采访和写作一线。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因为 Philip 有20几年的在不同的语言和国家文化里头穿梭的经验，他又有大量的时间在中国、在俄罗斯、在台湾，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两个就像上次节目里说的，我们会开一系列的，我们俩共同去做采访，去跟作家、跟学者、跟全世界有趣、有故事、有思想的人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这个节目第一时间我们让 Philip 跟我们讲他眼中的乌克兰，他眼中的俄罗斯战争阴影下的乌克兰。好，所以Philip欢迎你回来，我们很多观众都超爱你啊，你现在是大生的新宠。谢谢啊，大家好。其实我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你可以聊乌克兰和其他的那些话题，但是我是刚刚从乌克兰回来的啊，我现在就是在普拉格，但是我在Lviv， 就是在乌克兰的最西部的一个大城市待了大概8天首先我去那边是参一个会叫 Lviv Media Forum， 就是一个媒体论坛，就是这个活动是大概13年前开始办每一年的，是比较国际化的。然后我也是很开心，因为这一次我是也带了我的一个台湾的朋友，所以我们在那边不只是谈了政治新闻和新闻的未来，到底新闻有没有未来，但是也是就是给当地的乌克兰记者和公民社会，包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机构，就是介绍了大概台湾的情况最有意思可能是因为你是从一个乌克兰的角度，可能你以为就台湾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反过来你要是在台湾，你可能觉得乌克兰是不是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之一。所以我们用一个很好的讨论，到底台湾还是乌克兰哪个地方是所谓的危险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话题是我们是怎么评价什么是安全的，还是什么是危险，是大家是特别想讨论的。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文章，当时是 CNN 还有几篇美国的媒体直接写出来，台湾的 most dangerous city in the world， 就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我们都在台湾花过一些时间在街上走，知道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你这次因为我个人都很好奇啦，就是你这次去的Lviv是中文翻译的是利沃夫。其实是一个观光城市，对吧？之前应该景色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所以现在如果走在利沃夫的街头，感受到的新闻里面的乌克兰和你看到的乌克兰是一个吗？这个是我最好奇，因为你天天在那儿，我就盯着这些新闻看。刚才2个小时前的新闻是这个路透社又更新说两边都在谴责，我看的是俄罗斯说他们捕获了几百个来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而乌克兰这边说的是因为又有大规模的对首都基辅的这个袭击，所以有17个人受伤，所以这种战争里面的伤亡、攻击、破坏、死亡，还有唯一一点点的好消息就是几百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个战俘现在在交换。可是昨天看到的消息我都没发给你，我怕影响你心情，是川普总统说
他觉得这个俄乌调停，他本来觉得24小时能够解决的，现在好像没那么容易。对，然后他本人和万斯都放出来话，就是说如果解决得了就解决，解决的话就很开心，解决不了的话就交回给欧洲，说这是欧洲的事情。所以我又是想问你，一个是在新闻里面你看到的乌克兰和你在新闻中的乌克兰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还有就当地人现在在讨论什么样的新闻，讨论什么样的进展。好，那首先我要就是清楚一下，就是我去乌克兰的地方叫 Lviv， 就是在最西部的乌克兰，绝对不是前线。就是在现在的乌克兰的情况下 ，Lviv 算是可能可以说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去Lviv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你不说乌克兰语还是不说俄语的，你第一次去这个城市，第一是很美，因为在历史上它是属于波兰和奥地国家一段时间，所以它就是比如说跟捷克的建筑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可能没有修的这么好，但是你到了 Lviv， 然后白天你走路你看大家上班，孩子上学校然后餐厅什么咖啡厅都是满的，感觉的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大战的，你哪儿看了大战的？没有被破坏的房子。什么都没有，唯一你能感觉到可能是军事比较多，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你慢慢的会了解，你到了酒店，比如说在酒店因为你知道是外国人，他们会就是提醒告诉你，你知道我们从半夜到早上大概5点就不能出门，不能走路，因为我们是就是戒严，就是 martial law 宵禁。对对，所以你慢慢会意识到那好像不是这么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恐怖的感觉，还是你真的看不到什么战争。当然，如果你说乌克兰语还是俄语，还是就是跟别人说英语，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故事，那是完全另外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是第3年。就是那个full scale invasion， 就是大规模的全面开战。对对，现在就是几乎是每一个乌克兰人，不管是在他的家庭还是同学当中，还是同事当中，还是邻居当中，都有人是死掉了，还是就是被抓，可能是在俄罗斯不知道还活着还是不活着。都不知道，还是变成了残疾人，所以你要跟当地人聊，你马上会意识到，其实是很惨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个战争，然后其实不只是你这样是从国外来的乌克兰，其实在 Lviv，因为我在 Lviv 待了大概这一次7天，我花了很长时间跟不同的人聊。有的人是医生，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学生，有的是艺术家。每一个对话，你感觉你的脑子用一部分告诉你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生活的。因为我跟那些人谈的是跟在布拉格的朋友谈是一模一样的话题，但是突然在一句话他会告诉你对，这个朋友他就死了，还是这个朋友好像被抓了，你刚刚说的我们希望他们可能从那个俄罗斯可以回来，还是不知道。你再给我讲讲这个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在新闻里看的，甭管是哪个城市就是一个城市，然后数字。因为你已经给我发回来很多在现场的画面了，我就能感受到，就像你说的，还是一个非常有古典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奥匈时代的这些建筑的这个气息的国家，非常漂亮。它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像利沃夫，它离前线比较远嘛，所以但是听到前线的消息，如果大家在生活中聊的话，会说什么呢？就是会说很具体的吗？川普在调停，欧洲在对待普京，就是这些所谓的大国新闻，这个大的新闻在你们日常的这种讨论中，大家在说什么呢？就是
how did they mention that？ 对，我觉得是，其实不管是你是常驻Lviv，还是你是从乌克兰的东部来的，还是从前线，还是你是外国人，但是比较了解当地的情况，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有这个矛盾，可以说是可能脑子里你知道，当然不是安全的一个情况，随时一个导弹可以来，然后也可以杀你，还是杀旁边的人。都发生过，包括在 Lviv 在过去的，所以没有100%的安全感。我告诉你，就是我参与那个活动，就是 Lviv Media Forum， 我们是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他们改了的很漂亮，很舒服，因为大概是400多个人，然后可能1/3都是从国外来的，就是欧洲、美洲啊，亚洲比较少，好像只有一个台湾人，还有南非的，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然后不要影响这个3天的活动，我们都是在一个地下的停车的地方。那时候你根本感觉不到，其实是你是在一个打仗的国家，但是你出门的。那就马上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一样的矛盾是脑子里你知道不是很安全的然后随时可以发生一个意外，但是在心里你必须有一个对生活对未来就保证一个希望，否则的话你早上为什么要起床？你为什么要上课？你为什么要计划什么文化活动？我跟那些朋友谈了，我7月还要回乌克兰，还要回 Lviv。我们现在谈了，就是一起合作，可能邀请一些台湾的作家去 Lviv， 然后就是介绍台湾的文学。所以一方面一直就是你的脑子的一半是在想，不是很安全。我记得很清楚，我在 Lviv 一般来说有很强的安全感，但是我是一直看上面的，因为可能我脑子里的有一部分一直是告诉我，如果有一个导弹来的，你要一直看上面的天空的，是不是安全，还是不是？我在普拉格没有这个感觉，对吧？明白，就是其实随时会觉得导弹这个炸弹从天上飞下来，可是在日常，你看这句话很打动我，就是我们每天为什么要睁开眼睛起床，然后为什么要设计未来，对吧？现在是5月份，我们在设计7月，就是我们 we have a future， 如果没有 future 还有什么？对，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起床？为什么你要学习、考试、考虑？比如说，你跟年轻人聊，那你就问他，你毕业以后你想做什么呢？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希望，没有那个计划和设计，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能出门了，可能你也不能起床了。所以每个人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当然是不一样的。然后有的人是真的是大战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一手没了，还是脚了没了，还是他的老公、他的老婆、他的儿子死掉了，所以绝对是影响你，不能说是不影响你，对吧？但是同时你看旁边你的社会，最起码在 Lviv 是所谓的比较正常的你还有赋税，你还要上班，你还有一个周末，你还是考虑今天是周五晚上，那我们知道半夜前必须回家，但是最起码到半夜我们可以去一个酒吧去跳舞，还是去个好的餐厅一起聊，一起吃饭，就开心一些。所以大家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其实你问每一个人，当然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最影响我是每次我去乌克兰，我就是看没有人有那个放弃的那个态度，这个是没有。我特想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战争里面，其实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整个国家都有这个 trauma， 就所谓的这个创伤，但是现在就甚至都不是修复的状态，就还是先要坚持下去。所以就是3年了，
真的已经是3年了。当年普京是宣布了说3天拿下基辅的，但是结果就已经是3年多了，乌克兰人还是顶着呢。而且从国家的话，乌克兰绝对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在世界上的这种存在力、国际影响力、重要性都在增加。他所有的就像你说的，该付税，该大家还去酒吧，但这另一个话题。而且现在其实被俄罗斯所谓占据的领土也就20%。就我的问题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什么原因乌克兰会这样守住？是乌克兰人很坚强，还是他们采取了一些重要的策略，还是这根本就是一个邪恶的战争？为什么呢？就是乌克兰人怎么可以做到这么 resilient， 这么有韧性，这么有坚持能力呢？这是好问题。首先我清楚，因为你要去乌克兰，就是让一些乌克兰人生气一些，是不太了解乌克兰的情况的外国人说啊，你们就是已经第3年了。每个乌克兰人说会有点生气，说不是3年，对不起，是11年。因为是14年，俄罗斯已经拿了卢汉斯克、多涅茨克和Crimea、克里米亚，就是在乌克兰的最东部的。所以那时候当然那个在那些3个地区是真正的打仗的。但是你要是在基辅，还是在 Lviv， 还是在 Odessa， 你可能是感觉不到。所以其实包括很多乌克兰人那时候是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已经是在打仗的。然后外国人没出来，哎呀，你们就是3年，好厉害。他们说其实不是3年了，是11年了。所以我们第一是有一个经验，就跟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但是你问的问题是非常对的，因为再一次我很确认，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2个民族、2个历史、2个语言，不是一个民族。这是我必须每一次说。但是当然是乌克兰是几百年是受到了俄罗斯，不管是俄帝国还是苏联的影响的控制。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最起码到1991年的历史是相同的。他们去的学校是一样的，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你们是2个民族，好，都是从苏联出来的，那为什么就是不到30年吧30多年那个区别是这么大？大部分的乌克兰人会说，我们可能最大的区别就跟俄罗斯人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的政府，我们会抗议。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听我们，那我们就是 overthrow them， 我们就是不让他们做政府，我们推翻他。他们做了2次，2004年是所谓的 Orange Revolution， 就是那个橙色革命，对，因为对总统不满意，我们就抗议了，让他下台。1次不够，没关系，我们13年到14年第2次。也抗议，当地政府就乌克兰政府不尊敬我们，不听我们，我们想加入欧盟，他觉得应该要跟俄罗斯更近的，那没关系，我们也推翻他。他们做了2次。你要看俄罗斯的历史，最近200多年，只有1917年是就是俄罗斯大革命的，但是俄罗斯大革命以后呢？从一个帝国的国家也是很快的变成了一个非常独裁的国家，就是斯大林来了。所以俄罗斯的民主最近200多年哪有民主？可能只有90年代在叶尔钦的时代，但只有10年，这么短。但是乌克兰人已经30多年，我们不说他们经济好不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谈那个腐败，就对这个话题也是我在Lviv 这一次听了好多乌克兰人，他们是怎么介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区别。简单的说，他们说俄罗斯是腐败的国家，但是乌克兰是一个打击腐败的国家，这是不一样的态度。腐败是存在的，包括在乌克兰。但是我们是反对，我们是打击这个腐败。俄罗斯是觉得腐败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必须保护那个腐败，没有腐败就没有国家。乌克兰人就是
不管是对政治还是对腐败，就是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如果老百姓不满意，但还觉得有权利，第一是表达这个不同意，第二是抗议上街，第三个推翻政府，做了2次。大家说第3次、第4次我们都会做的，所以我觉得是大部分，不能说所有的俄罗斯人，但是大部分的俄罗斯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是完全无奈的。我喜欢不喜欢政府，我没有办法推翻俄罗斯政府，真的不可能，因为在历史上也没有这个经验。乌克兰人是完全不一样我不喜欢政府，那我让你走，对不起，你不满足所以你刚刚说这句话也是天天你会在乌克兰听的。你记得普京那时候说3天之内基辅就我们的了对不起，已经3年了，还是乌克兰还是独立的国家，基辅是一个自由的乌克兰的一个大城市怎么回事？我看了很多的就是大战的乌克兰的文学，很多作家很多记者就是22年的2月的时候其实写了很多的非虚构的文学呢。他们说怎么面临这个特别大的恐怖，因为开始的时候其实俄罗斯的军队差一点就进入了基辅，特别近所以有一段时间真的你可以考虑他真的可能是会抓这个基辅，但是没有，然后到现在没有也不会我觉得大家觉得是就大部分的那些人，包括不管普遍的老百姓和Lviv的公民跟我说，我们意识到第1周可能那个乌克兰政府因为这么大打击它不存在，不工作，没有什么政府，因为大家没想到就是俄罗斯会突然就是进全乌克兰。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在心里是大部分的乌克兰觉得好，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的国家还是政府没了，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第一不是无奈，我们是公民，我们是可以自己提供现在政府不能提供的服务，包括安全，包括政府，包括有电没有电，有医生没有医生，你可以看病不看病。我觉得是跟大部分的俄罗斯人的最大的区别，他们觉得好没有政府，那我们是政府了，我们是自己要负那个责任，然后把那个权利是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接受。然后我觉得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强的那个 resilience 在大部分的乌克兰的地区，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政府失败了，还是不存在，还是被破坏了，那没关系，我们做一个公民社会，我们自己的社区的，我们一起做这个。这是我觉得是跟俄罗斯的可能是最大的区别的。然后为什么到现在乌克兰就是这么成功，就是他民族还是有性格的嘛。沙俄帝国以来这几百年所谓的帝国统治，可能就是在血液里面，俄罗斯人就不觉得我如果不喜欢一个君主，我能真的推翻他，我能反抗他，我能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人想为我们负责，我们自己可以负起责任来，就是公民和奴隶和臣民和蝼蚁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嘛，就是一个社会。其实波兰以后我们也可以聊，波兰人也有这个性格，就是斯拉夫人这种坚毅的东西，就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乌克兰人有很强的，就是觉得如果政府不能工作，政府承担不了为我们的安全未来去负责的时候，我们自己承担起责任，就是所谓的公民自治。你是在乌克兰人身上看到这个公民自治的能力的和决心的。对，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看那个公民这个词，其实这个公民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是怎么定义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然后你到底有哪个公民的意识还是没有？很多乌克兰人说我们都是公民，在俄罗斯没有公民，只有老百姓就是
不能说是完全100%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大概同意，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因为我是公民，我知道有责任，但是我也有权利，所以你政府不提供你应该提供的，那我可以推翻你，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平衡的。但是在俄罗斯的历史从来没有政府不管是谁和当地的老百姓觉得是一个平衡，还是可以有一个对话，然后政府会听你们你是俄罗斯的公民。理论上俄罗斯当然有公民，你要看他的宪法什么的，这个都有，我们知道。然后本来俄罗斯也有公民社会，但是他们现在都在监狱，还是在国外，还是死掉了。乌克兰是不一样。对，然后乌克兰的，我觉得是还是回到那个腐败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是蛮有意思很多的公民社会，乌克兰的公民社会的人是慢慢的加入了当地政府，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当然，俄罗斯是特别大的一个国家，乌克兰没那么大，但是你要看俄罗斯和乌克兰要比。就是俄罗斯还是特别那个中央性，就是 centralized state 都是在首都，然后决定中央集权，对，然后决定预算都是在一个首都。乌克兰是大概15年前其实开设了那个 decentralization， 就是说每个地区有自己的政治权利，有自己的预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乌克兰公民社会的作用是非常强，所以大家也就是习惯了，你不能忽视公民社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其实公民社会的思路比政府快好可能欧盟化还是西方化，因为乌克兰还是想加入欧盟嘛，所以欧盟对每个国家要加入欧盟也有很多的需求。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 decentralization， 你必须有每个当地的政府有自己的独立，所以我觉得又是一个为什么乌克兰人可以自己做决定。我跟大家说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我去了Lviv， 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在奥德萨是在乌克兰的南边奥德赛哈，对几百公里。我要送一个小礼物，就是茶叶，因为我不是喝茶嘛，所以我去了当地的新的乌克兰邮局叫 Nova Pochta， 这已经本来是那个国家的邮局的服务取消了，然后他们邀请了一个比较年轻人，就比较懂 IT 的，然后是从那个就是像 DHL 类似的，就是送东西的一个服务，完全改变了那个邮局的服务。我是在 Lviv 送了茶叶，第二天不到30个小时，这个茶叶已经到了我的朋友的门口，我花了2美金为了这个服务，30个小时。我现在是在捷克。我们在捷克要去邮局，我们觉得比那个看牙齿很恐怖的，我们都不愿意，没有什么服务，特别长。你在捷克之内，你要送东西可能是3-4天，然后那个服务是很贵。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因为第一是一个真正我自己参与的一个故事，我就是看了，一方面是捷克欧盟之内不打仗和平的国家。也是比较现代的，不能说是落后的，但是因为一直是国家的系统，然后没有什么压力必须改变。我去了乌克兰，在一个大战的国家当中，几百公里，我的东西就到了。为什么乌克兰能做的，捷克做不了的？这是我问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乌克兰人就是有那个态度。我不喜欢这个服务，政府不满足我，那我自己改，我做比政府好，然后逼着政府改，就是一直有这个压力对自己的政府。但是我觉得欧洲可能是因为太舒服，也没有那个，当然和平是好的，我们都支持和平，我们都需要和平的，但是这是也是另外一个，因为我就去了乌克兰大概8天，然后回到欧洲，很多人
包括在捷克也问了我，哎呀，你去了乌克兰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很落后？什么都就不工作啊，比较难的。我跟捷克人朋友说，你知道乌克兰大部分的服务比捷克服务好的可能3倍4倍。你自己去乌克兰，我们能不能从乌克兰学习一点点改变？就是比较落后。我也不说德国，不说法国，就是更慢的、更落后，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你可能是你不去乌克兰，你看不到啊，还是你意识不到。一方面是打仗的一个国家，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在很多的领域，他们比我们好的快、现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为什么跟欧洲相比，乌克兰人会有这种急迫的想改变的感觉呢？你刚才不断的说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会儿再问，但是现在直接问出来。跟我在台湾的很多感受很像，因为你觉得就是都是一个新的民主，就是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然后好像都有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尤其现在的台湾会觉得有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隐形的大的敌人在旁边哈，所谓这个威胁。对，所以就大家好像都有一种危机感，还是说因为是一个新兴国家，就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是有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所以大家都在希望这个民主维持下去，希望它越来越好，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改变和进步和改革的动力。还是说因为有民主了，所以给到大家很多机会可以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在这个点上，我们还没有必要进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和台湾这么具体的比较。就回来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乌克兰人为什么有这么急迫的这种危机感和改变的动力？就是为什么那么不像欧洲人？欧洲人简直是太舒服了。对，就他的危机感，他的紧迫感，他想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呢？好问题。我觉得我可以谈3点。第一个是你当然是我刚刚说的，你是35年前大概从苏联出来了，你必须每一天证明我们不是苏联，我们也不是前苏联的，我们跟俄罗斯跟其他的前苏联的国家越来越不一样，就是很大的一个动机，你知道，就是其实你每一天起床，你想证明对自己，特别是对外国人，你别以为我们是前苏联，你别以为我们是跟俄罗斯人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反过来，乌克兰现在也是合法的，就是在加入欧盟的路上，对吧？所以一直是看欧盟。也不是说欧盟什么都没，我们刚刚说的欧盟的服务很多的地方不怎么好，但是当然是想加入欧盟。然后在第二点必须加，就是现在是大概有700万乌克兰难民在全世界，但是90%都是在欧盟的国家。所以那些人以后我们也会说那个乌克兰难民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的。当然是22年大战之前也有很多乌克兰人，男的女的都去欧盟打工，所以我是说是他们是自己看了欧盟，为什么欧盟有好处有不好处，哪些地方我们可以从欧盟学习，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比欧盟做得更好更快。所以就是跟欧盟和西方的国家的接触是每个家庭是个人的，你知道不？就是我们在电视看了他们那边在欧洲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不是，是每个家庭，特别是女士去欧盟1年3年10年打工回来，每一年夏天可能回到乌克兰，包括到一些小村子，然后跟当地的人说我在德国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我在西班牙的生活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经验，你知道不就是理论上还是我看了媒体我大概了解欧盟怎么样，不是。所以就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还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对，我觉得是每个乌克兰人还是大部分的乌克兰人怎么定义他的身份，特别是对政府的。我是公民，
这个共鸣的意识可能是第3点，所以我不满意，我马上抗议，然后马上要个那个 Plan B， 我可以改，我可以给你看怎么做得更好更快。所以我不是苏联人，我想加入欧盟，我是公民，所以我就是不一样的。我特别对，echo 你一下，因为我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欧盟有一个组织的访问嘛，他们专门花了半天时间让我们跟欧盟里面一个是负责乌克兰援助的部门沟通，一个就是他们就专门谈到现在在让乌克兰入欧盟。他们也提到了乌克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腐败问题，说了一个点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因为它是 decentralized， 就是有很多去中心化，所以虽然像泽连斯基在基辅，在整个乌克兰政府现在是非常非常配合，泽连斯基本人都派了一个就是副总统级别的，就他自己直接管的，跟欧盟对接进欧盟的。这么一个特别团队，基本上就是欧盟自己说我们可以一个电话打到泽连斯基的桌子上，但是呢他们也说泽连斯基其实控制不了很多地方上的政府的这个运营，所以呢但是欧盟的这个审查是巨大的，你可以说是 bureaucracy， 你可以说是官僚，但它欧洲，我觉得欧洲之所以民主和自由这么多年，让我们都学到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说的我们是欧洲人，我说的我们是从来没进入过民主自由的Chinese。OK，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我感受到的就是欧洲的那种，你说它的那个繁文缛节啊、慢啊，它确实在建立在大量的这个制度、条文、原则的这个不可以放弃的这种执行上。你可以说它慢，欧洲人也反复给我解释，欧盟也给我解释说我们是慢，但是我们在一次一次的协商中，一次一次的开会中，一次一次的互相挑战中，我们就在执行民主。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他们说他们也要用欧盟的这些制度，这些一项一项一项去审查，铁路你们做到了没有，法律你们做到了没有，什么一样一样的去逼着乌克兰进入所谓欧洲的文明结构。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其实让我感受到的也是这个，就是双向的，乌克兰人会承认我们要变成民主，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国家打开，让你们欧盟来审查我们，让你们来 push 我们。但是这个 push 的压力乌克兰人自己是接受到的，他是我们愿意改。我觉得这个是我听完我们亚洲人，我们 Chinese 听完你们欧洲人看乌克兰人，我的感受，这个是回应一下你啊。是你说的对，我还是看了那些非虚构的，就是乌克兰的作家写的，有一个我现在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他我看是英文的，他们说我们乌克兰是但是就是评价那个服务，然后从那个评价服务就是比较乌克兰和欧洲，其实说一个很大的道理是，一方面他说因为他是乌克兰人，他说我们乌克兰人觉得去欧洲国家，不管是东欧还是西欧，服务很差很慢，你要开一个账户，你要送东西，这么难的，这么费劲儿。我们在乌克兰真的在半个小时，你可以开一个在线一个银行的账户，在你的电话，真的是这样。但是别忘，乌克兰不管怎么样，还是一个打仗的国家。打仗，对啊。西方和就是西欧和东欧不是打仗的，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水平的情况。但是他说另外一个道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说我们喜欢 Ukraine of convenience， 就是服务方便的乌克兰，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 Ukraine of values， 就是一个价值。我们在乌克兰不只是有服务好的，就是很舒服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强调我们的价值，然后这个价值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从苏联出来的，所以比如说那个腐败比如说就是男人比女人好的这个态度
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意识到必须改变。首先，其实对我们乌克兰人好的，再假设要加入欧盟，那必须改，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进不去那个欧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是一方面是服务好还是方便，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别忘还是一个打仗的国家，所以你是在打仗的，你用那个 Nova Pošta 那个信邮局的服务，别忘很多人在乌克兰里面也是难民的，就是从东边来的，跑到西边，因为安全的，你需要送衣服。我们现在说真正的打仗的情况啊，不是说什么礼物，衣服，什么药。什么给孩子的他需要的，你马上也用那个服务，每个乌克兰人是可以花$2-3的，在大概24个小时之内，你的可能爷爷奶奶还是在前线旁边的，你还是可以送那些药，还是就是不知道米饭还是巧克力。都可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方便不只是一个好玩的，还是一个那当然谁不想舒服的，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救生命的，因为你可以送那些东西，然后在24个小时那个人会收到。但是乌克兰人为什么很强？因为在打仗的过程当中，还是改变，还是打击腐败。很多国家在东欧在西欧是和平的状态，他们也有腐败，他们也打击不了这个腐败，乌克兰还是做的。所以你要跟乌克兰人说话，你会比较感动，因为你一方面他们会给你说那个打仗的同学的邻居都死掉了，被抓了，但是这不是全面这个故事，除了这个，我们还是打击腐败，我们还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我们还是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入欧盟，为什么我们跟苏联人是不一样的，都是同时做的。所以每一次你去乌克兰，其实你会非常 inspired， 你会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好像没那么多的问题的。这每一次，所以我告诉大家，你有机会，你真的要去乌克兰，最起码去列夫，因为是比较 Lviv 比较安全的。然后你就是做，然后跟当地的公民、当地的人聊，很多人其实英文非常好的，所以语言也不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对。你了解我的性格，我是随时愿意去前线的，但是我也觉得不用那么冲动，就是说杀到前线去给当地的人去添麻烦，哈。是，对，我觉得我刚才听你说哈，我也很感动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也讨论过，其实现在整个的这种所谓现代人的生活里面，一个尤其年轻人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了目标感。是，就是我为什么要动呢？所谓像日本啊，像欧洲啊，像甚至美国很多，就是美国还好一点，就所谓低欲望社会嘛，就是我不需要求什么了。但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政治抑郁，就是尤其我们大声的观众或者我们这些追求中国自由民主开放，但是发现中国没有在自由民主的这个路上往前走的人，是很容易失去动力的，就是所谓的政治抑郁和没有意义嘛，就是 meaningless。我每天在做什么呢？我写的书给谁看呢？我说的话被查禁了。那可是我们这个状态，它并不是战争啊，战争是要死人的，战争是要领土失去的。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其实乌克兰人的这个 resilience， 它其实就是不放弃，对，不放弃的同时，其实他还在建设。就是他会觉得我们第一一定要打赢这场仗，而第二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所以大家是对一个更好的未来有一个很强烈的目标。那么战争不但没有摧毁我们，反而让我们这个国家更快的建立输送的
后勤的物资这个 logistic delivery system， 对吧？后勤保障的这个系统，我们这个快递服务可以送礼物，也可以送战争的这个弹药、衣服。所以战争反而一个 crisis， 一个危机，让大家变成了一个变得更好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反复在讲的 resilience。但是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意识到了，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回答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很完整的一集了。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可以这么的有韧性？战争为什么没有摧毁乌克兰，反而让它变成好像一个更有存在感、更有价值观输出的国家？你刚才说了一个，这 convenience of values， 就是No， 这个 state of not just a state of convenience, but state of values， 就是对是有价值观输出的国家，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原因是第一，它要证明乌克兰在从苏联这个专制国家独立出来以后，它跟俄罗斯不一样，它跟苏联不一样，特别不一样。是反过来的，可以说不就是不一样，我们是反过来的。他要完全用一个正面的形象来证明独立、自由、民主会有多好，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二就是他不断的去向欧洲这样的文明制度去学习。三就是这个战争反而让大家变得更有韧性。对，但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是为了未来，但是我可以补充，其实很多人说我们也不要等未来，我们今天活着，因为不知道明天可能会死，但是最起码我们今天要过得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不要说因为大战是一个借口，我们就是很被动的，还是就是很郁闷的，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第一个你在打战，就最起码是 survival， 就是第一个。先活下来吧。对，当然这个是有的，大家意识到，不管你是在军队还是不是在军队，但是我觉得真的就为什么每一次就是让大部分的人感动，就是打战是打战，我们特别意识，然后我们已经丢了这么多人，我们这被伤害，我们是受害者，因为是俄罗斯进入了我们，不是我们进入了俄罗斯，对吧？但是除了这个，我们还有生活。不只是有未来，当然是有未来，但是我们还有目前的生活。在目前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去邮局排3个小时，然后到1周到底那个到不到？不，我们现在就可以改，马上可以改，然后要改就更快更好。我觉得这个是那个你刚刚说那个很多的西方的社会，可能包括当然也中国，就是没有那个目标感。就是乌克兰人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今天要做的最多的事情的，然后在家，因为我是在 Lviv 跟比如说做文化的活动的人做的，他们也是什么出版社啊，什么剧场的，什么书展的，我们都讨论，就是你感觉你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区别。不管在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想法、他们的 innovation、他们的就是想得到是什么，他们也想邀请外国人来乌克兰，他们也希望国外更多了解乌克兰艺术、乌克兰文化、乌克兰文学的。但是你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活着，所以我们应该做。然后晚上还去一个什么时髦的咖啡厅，还是什么一个酒吧，知道半夜必须回家，但是这个都做得了。我觉得就是最引起给我们最大的发气在欧洲你还能做这么多，然后还是在打仗的那说真话还是比较厉害。我不是说我可能是什么都完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乌克兰人都是英雄，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自己说我们特别害怕别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英雄，我们不是英雄。他们说我们是公民，我们有责任。你刚才说到这个，就又说到这个点哈。我最近因为跟朋友们聊的也比较多，就不管是美国、中国的这些，你也知道的这些朋友，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明天了，就是对，就像你说的，随时一个炸弹可能就掉下来了。那此时此刻这一刻，我们怎么活？
对，就是怎么放弃这种虚无感，然后怎么又能让此刻有意义。这其实是很难的。就如果我没有明天，我今天干嘛呢？就躺着呗，躺到明天死了算了，还是说我要把此刻的每一分钟都用起来？这个其实是生活的哲学啊。对，我还想补充，因为我好像最后一天我跟一个医生聊了很长时间，然后给我的就很深的，就是特别影响我的思路。他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普通的医生，他偶尔去那个前线。但是他不是一直在前线，但是他说，因为他是说他就是医生，他说第一，他的同学的一半都死掉了，因为大部分是男人，然后都是在前线。然后他说他经常在列夫会邀请从前线来的他的同学，跟他们聊，他就是他的原话，他说我认识这个人，因为我觉得他大概40岁，所以我认识这个人20多年，然后就年轻的时候，你知道一起去出玩，就学生应该是很嗨的一个生活的，在和平的时代，有一些同学的，他们从前线回来的，他们可能2年都没有放假1天，2年天天在前线。回到列夫，我刚刚说的，你在列夫你感觉不到什么真正的咖啡厅啊，什么餐厅啊，什么店都在营业，都在存在的。但是我的那个朋友说，我认识这个人20多年，但是我跟他聊，我觉得我已经不认识了他，他完全里面是在心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想不到他看了什么呢？你想一想，2年每一天你是医生。你在前線是什麼樣的生活？我覺得我們2個人都不能想象的，對吧？不可能。但是他說一個非常為什麼我提那個故事？他說你唯一的辦法就是 survive 在那個前線，是你把世界做一個黑白的。什麼？你不能有一個灰的在中間的，什麼都是黑白的，因為你犯一個錯你就死了。還是你旁邊的人死了，所以這個黑白的態度，其實是第一個就是一個對，就是一個 survival mechanism fighter 的狀態。對，否則的話你可能在心裡你也會崩潰的，你不能認識，你不能就是你怎麼過呢？但是你回到那個和平的所謂的和平的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你也必須改變，因為在 Lviv 那個生活，不管是在一個大戰的國家，沒那麼黑白。但是我覺得那個黑白和那個特別強的那個道德的意識，其實也是一個動機。為什麼烏克蘭現在沒有放棄的？因為你沒有那個，對，就是那個 luxury， 你不能。對不起，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你給我2天，我安靜的思考你沒有這個，你沒有一個2天，你可能沒有2個小時，你可能只有1秒鐘，你要做一個決定，然後那個決定會影響你還是你旁邊的人活着不活着。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當然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但是這是一個事實，因為是打仗的，是個打仗的情況的，所以會特別影響大部分人的思路。我覺得這個我這一次去烏克蘭，就是我意識到很清楚，這個就是你真的沒有那個2天思考的，沒有。我特別理解這個東西，就是因為我們可能沒有到戰火的戰場上去，但是我們在意識形態的這種鬥爭中，其實我們都是很不喜歡鬥爭這個詞的，對吧？對，但是有的時候我覺得我說的最狠的一句話就是說 It's a war， 就是是非問題，對，總要有對錯問題。比如說到底是個侵略戰爭，還是就是誰進攻誰，這是是非問題。民主和不民主，誰對誰錯，這是個是非問題。所以有的時候有的人一說起來說你不要太極端
我就很不耐烦。我觉得乌克兰人可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有一些事情你怎么可以告诉我没有是非呢？但是你刚才也说到了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当你回到所谓的和平时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每个国家这个战争之后大量的 trauma， 就是大家不断的在进入这个对抗的状态，包括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电影，很多这样的问题，几十年都修复不了的。就他觉得我在战争上是非常具体的是非的问题，我活着就能救一个战友，我打错枪，另外一个人就死了。但是当回到日常的生活，他看到别人歌舞升平，他看到大家那么快就忘了。包括从这个点上，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那么讨厌日本人。虽然很奇怪哈，就是觉得日本人当年杀过我们，就是当从战争状态回到和平状态以后，很多经历过那个黑白生死的人，他是接受不了的。就是你怎么可以跟侵略过我的人做朋友呢？这是是非问题，他杀过我的兄弟。所以可能我们后面会看到大量的这种修复的、重建的。内心社会的重建，这个心灵的重建，正常生活重建的问题。但因为你是人文主义者嘛，你就已经很自然的想到这些问题。回来说到你刚才那个医生朋友，当他说到他的同学一半都死了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他会哭吗？还是他已经平静到说我今天去吃了一个冰激凌这样的口气呢？我觉得为了保护自己，他说这一句话，他有点可以说有点笑着哈哈哈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不是笑他们，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不哭，为了不喊。你每个人有不同的办法，对吧？是这样。所以每个人怎么处理？其实我跟他不是心理医生，他是就是 general practitioner。他现在也是在改变他的专业，但是我们也聊就是那个 PTSD， 就是你受到了，对，怎么处理？然后这可能是反正中国人也比较了解，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很长时间在他两个社会那个心理这个专业是不接受，对吧？因为苏联人和中国人不需要心理，就是那个资本主义的毛病啊，不需要心理医生。对，我也经常这样跟你说哈，不需要心理医生。现在是当然，所以就是到大概90年代，其实你要是不管你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你要学那个心理比较难的。对吧？政府不给你什么机会，没有这个专业，你不能毕业，你要偷偷的看国外的那些课本、那些书啊，所以这方面苏联和中国是特别一样的。所以到了90年代，大概35年前，乌克兰不能说没有心理医生，但是特别特别少。然后这个专业慢慢的在改。当然现在不管是乌克兰政府还是乌克兰社会都意识到，我们现在需要可能几万心理专家、心理医生的，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很快的在培训心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我刚刚说的是做文学艺术，他们都也是做那个art therapy， 就是通过艺术保护那个心理的状态。不管是比如说写作啊，什么画画啊，什么的，剧场的。然后我也可以说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好朋友李霍里，他写剧本和他有自己的剧场在 Lviv， 然后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就是大概50岁的一个男生敲了那个剧场的门，说我叫什么什么，然后现在50岁，然后我的故事大概是大战之前我当兵了，然后14年就是在克里米亚，就是参与了那个打仗，然后被俄罗斯被抓的，我在俄罗斯待了6个月，在俄罗斯的监狱算一个乌克兰的士兵，然后我也参与了现在那个大战，我没有家庭我没有父母我的故事比较复杂，你能写一个剧本吗？看我的故事。
当然我的朋友回答可以啊，然后就是2年前1年前他写了那个剧本，然后就有了那个剧场，是超级成功的。就是那个人是敲了门说你能不能写我的故事，他们做了，然后很多人去看那个剧场，那个士兵的故事都在哭，然后说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旁边的人，很多人就有这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这是一个真的一个战俘自己敲剧场的门去说你要写出来我的故事。所以你看所有人的这个记忆最后还是要用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来留下来，都还没到这一点呢哈，就已经哎呀好，我们乌克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故事，我告诉你，你应该有去乌克兰，然后你会听每一天这样的故事，其实很普遍的，然后你会意识到我们自己的 privilege， 然后我们是为什么应该支持乌克兰。必须支持乌克兰。这个我已经公开说了，任何人不支持乌克兰，我就直接绝交了。这个人就不用在我的视线里，不用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这个必须是 yes and no question。所以你看，我们这一个问题就聊了1个小时，就是到底乌克兰人为什么可以坚持11年，在全面开战以后坚持3年，乌克兰人的韧性来自于哪？好了，我们还有更多的话题继续讨论。